塔瓦纳的变化让崔佛倍感惊讶。以前的塔瓦纳性格像一个坏脾气的大小姐，虽说也经常与人发火，但多数时候都能让人一眼看出外强中干，动静很大，但杀伤力并不强。可是现在塔瓦纳就像变了个人，不但内心强大，而且能够准确找到敌人的死穴，从而一击必杀。某个瞬间，他也从塔瓦纳刚才的表现中找到了叶晨的影子，感觉塔瓦纳应该是受了叶晨不小的影响，甚至在其内心深处的潜意识里已经对叶晨有了很强的崇拜之情。不过他倒是没有吃醋或者心有不悦，一方面因为他对叶晨心怀尊重和感激，另一方面他也看得出叶晨和自己太太的感情很好，根本不可能对塔瓦纳有任何其他心思。正在这时，崔佛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他掏出来，发现是塔瓦纳等台前交给自己保管的私人手机，于是便将手机递给他，道：“亲爱的，你的电话。”塔瓦纳看了一眼，不禁有些头大，电话竟然是妈妈打来的。现在的美国应该刚到早上，妈妈这时候给自己打来电话，应该是已经看到了网络上的一些内容。犹豫片刻，他还是按下接听，开口道：“妈妈，有什么事吗？”电话那头，塔瓦纳的妈妈紧张地问道：“塔瓦纳，我看到网络上你跟别人争论的视频，我感觉拍视频的人就坐在你旁边，你的团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允许你身边有人偷拍你在非公开派对上的视频，并且还将视频传到了网上？我还没有起床就接到了很多美国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，他们都想采访我，问我对那段视频有什么看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塔瓦纳解释道：“妈，那视频是崔佛拍的。”崔佛？塔瓦纳的妈妈有些生气地质问：“崔佛怎么回事？他难道看不出你在这场辩论中一直处在下风吗？他难道不知道这种视频传出去必然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吗？”塔瓦纳道：“妈，视频是我让崔佛拍的，也是我让他传到网上去的。”“你疯了！”塔瓦纳的妈妈有些气愤地说道，“你应该知道对方搬出未成年人的时候你就已经输了，无论你怎么解释都不可能赢得过对方，你怎么还能让崔佛把视频传到网上去？这不等于网暴自己吗？还有，你今天的演唱会为什么不为他们发声？你要知道，你每开一场演唱会都有很多人去到现场，或者是在网上不停地刷新动态，就盼着能够听到你的亲口支持。你在前些场演出的时候无一例外都在为他们发声，为什么今天忽然停了？”塔瓦纳道：“妈，我知道我输了，至于我为什么不发声，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。我作为公众人物，而且作为很多未成年人喜欢的公众人物，必须要为我的一言一行负责，所以我已经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就任何立场问题胡乱表态了。”塔瓦纳的妈妈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“塔瓦纳，你已经30多岁了，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成熟一些，全面一些，有些立场已经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，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就必须要公开支持这样的价值观。如果你不表态，很多好事之人就会认为你骨子里其实是反对的，他们一定会号召其他人攻击你，这对你的事业会带来很大影响的。没事的，妈妈，我觉得是时候站在正确的观点上了。如果有人因此要攻击我的话，我也不会在意。”塔瓦纳知道妈妈担心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会受到损失，但他也知道妈妈并不清楚自己险些就被暗杀的事情。妈妈可能觉得前途很重要，但对自己来说，这已经不再重要了。塔瓦纳的妈妈确实不知前因后果，听到塔瓦纳这么说，她立刻批评道：“成熟一点，塔瓦纳，你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出名的歌手，你应该知道，真正的成功是要让大多数人喜欢，只有让大多数人都喜欢你，你才能够将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极致。现在，大多数人和整个社会风气都在支持 LGBT， 那你就必须跟他们站在同一个阵营里。
否则你就是背离了主流。塔瓦纳没想到妈妈竟然如此执着地对自己说教，有些急躁地说道：妈，你想过没有？那位获胜者从来都不是那些人的支持者，但他依旧赢了，这就证明你说的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主流。塔瓦纳的妈妈微微一怔，随即说道：可你要搞清楚你的受众都是些什么人，支持他的人会支持你吗？他们攻击你还来不及，更不会给你带来1毛钱的收入。你现在去迎合他们，不等于是自讨无趣吗？说着，他又道：选举的结果刚出来，你今天立刻就一反常态的选择保持缄默，这会让那些一直支持你的人误以为你这么做是在向另一方示好，而另一方的支持者也会觉得你这么做无非就是墙头草而已，这会让你里外不是人的。而且网络上已经有两边的人跳出来指责你了，万一两边都费力不讨好，对你的影响会非常大。塔瓦纳没想到这件事会让妈妈有如此大的反应，她心里虽然不悦，但也不想用不好的念头去揣测妈妈的动机，于是便开口道：妈，这件事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打算，你就不用劝我了，我刚演出结束，妆还没来得及卸，先不跟你说了。另外我接下来要在华夏开10场演唱会，短时间内回不了美国了，具体什么时候回去我会提前告诉你的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电话那头的妈妈惊呼道：什么10场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，这到底是怎么？不等妈妈问出问题，塔瓦纳便干脆地挂断了电话。电话挂断之后，他忍不住问身边的崔佛：崔佛，你觉得我妈妈是关心我，还是关心我的所谓前途？崔佛宽慰道：我想她应该是把你和你的前途看作是一个整体。今天网络上的局面对你确实不太友好，她担心你和你的前途也是正常的。塔瓦纳轻轻点了点头，道：她只看得到我的光鲜，但还有很多肮脏和危险的事情是她不知道的。我这么做，虽然一部分也是发自内心，但还有一部分是为了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就像叶先生说的，我如果想彻底摆脱那些人的威胁，只有取得获胜那位的帮助才有可能。所以就算挨骂也无所谓了，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接下来到华夏的10场演唱会，我也会像今天这样，不乱说话，不乱表态，希望10场结束之前就能与那位获胜者达成共识。